神供应啊，神这怎么供应呢？啊，听他说。补充一下，就是只有那一餐是他出，其他菜来做，就品酒的那一餐啊。那就是我们去到温哥华以后，其实我们在温哥华大概待了3个礼拜，其实2个礼拜的时候就已经拿到签证了，很快，上帝真的很怜悯我们，知道我们已经煎熬了28个月，在那边摇摇欲坠了，让我没有在温哥华那种不确定的情况下又就继续的煎熬下去。那在那个，因为呢，我们到了温哥华，想说反正我们也不知道会待多久啊，那刚好有一个在温哥华当地过去参加过夫妻营的弟兄们、丈夫们办了一个叫水牛营，就是只有我们这些这个做先生的营会，我们出去外面露营，然后在那边也有一些的唱诗歌啊、交谊啊、烤肉啊、信仰的分享啊。对，然后我们就去那几天真的也很好满天的星星啊，看到流星在那边赞美上帝创造伟大。就回来的路程当中呢，我就开着车开一开呢，就是我们要过一个桥的时候呢，突然前面的车就不知道为什么开始停下来了，那我会赶快刹车刹住，我觉得我刹住了，到时候我觉得刹住了那一刹那就震动了一下，我的车被从后面撞了撞到我，就是我即便是刹住了，但是还是稍微偏移了一下，然后就下车一看哇，这个是不是只有我被撞我的那台车呢也是被撞的，所以先有第一台车撞到第二台车，第二台车再撞到我的车，第三台车那就那个第一台车就是跟第二台车都损坏的很严重，我的车算是最轻微，就是后面保险杆跟那个尾灯稍微一点碎裂还可以，绝对还可以开，没有什么大问题。但问题来的是，就是我们是从 Alberta 省亚伯达省到了 BC 省，这2个地方的车保是不一样的系统，所以过程当中呢，就我先要去给人家做检测啊，然后弄这些所有的方式你们自己住在温哥华就知道，你出了一个事情经过那个这个保险公司是很花时间的，那我们在那边又很短的时间，没多久的签证过了，我们可以当天马上就走了，但是为了这个车多留了1个礼拜去处理这个事情，那最后感谢神终于赔了，虽然是我到了美国大概3个月后，他才寄一张支票来给我，说这个有1000多块钱，这个赔我的车子，远远超过我们在 Kelowna 待所花的费用，所以上帝不是只能震动万国，震动我的心，我的小的很小的信心，也震动那个车子都被震。还好没有什么人都平安，车子也没有什么大损伤。后来我基本上也没有怎么修，因为只是美观的问题，对，完全不影响安全的问题。所以上帝的确也把珍宝运来了然后但是也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信心有时候真的是太小，我们的忧虑太大就常常会担心这个不够那个不够，但是在上帝的手中，其实他都有最好的计划跟安排所以跟大家分享这个可能博君一笑的小故事，这是我们在搬迁的去温哥华再来美国之间的小插曲。听到这个牧师和师母这么有趣的分享哈，我觉得其实你们分享了很多事情在没有信仰的人他们来看，就会觉得说，哎，你们怎么这么倒霉啊？你说出去玩一下又被撞了，或者说出了这么大个车祸等等，都是很倒霉的事儿。可是你们2个人分享出来呢，你听起来后面有这么大的祝福跟着，那就是一定要听全了不能光看眼前这点所谓的表面现象，我们没有想过就是后面神有这么大的祝福在等着，而且呢真的就是让你们把那一些所谓的损失不但补上，还加倍的偿还。那这都是我们如果靠着我们这点小信心小心脏，
或者小脑筋啊，真的是想不到的。这就是神特别的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上所学的功课哈。我觉得刚才特别的牧师也讲到，就是这个撞车的事儿，虽然好像看上去时间也紧呐，又浪费了时间呐，但是后来的结果却是这么给我们惊喜啊！不是说钱的多少问题，但是真的看到神他奇妙的手，他真的能够是说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而且呢，真的让我们看到，就是也可以知道我们所求、所想、所需，特别的在那种时刻安慰我们，让我们不用担心，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上呢，真的不用担心，因为有神来做我们的主驾驶，我们就坐在副驾驶位置上，好好的安静跟随顺服信靠就可以了，对吗？好，那个我也是希望师母你再补充一点这个旅程的小故事，虽然当时你不在那个车上，我说的意思，但是你上对吧？你也在这个去温哥华去美国的旅程这一段路程上。第一个恩典就像凯川讲的，就是我不在车上所以我不用经历一次。哎呀，你怎么用，对不对哈？对，我们保守了我们的夫妻关系哈。第二点呢，你们应该是不知道，就是我们那台车已经很破旧了，不过才6000块买的，就是我们车祸9年前买。这个过程当中呢，就说出了很多事情，就像我们上次提到的那个见证，就是我把它的后照镜，左边的后照镜也撞歪了嘛哈，那一圈，然后呢挺着继续用，这样子损伤还不少左一个右一个的。那么再碰一下，原来在 Wichita 已经聘我们的教会同工们听到我们说，哎呀，我们发生了一个车祸，他们好紧张怎么会这样？还没来就出车祸，对不对？然后呢，其中有一个同工呢，执事会主席呢，他是这个他的副业就是修车，帮人家买旧车、搬旧车，然后再去卖的。他说：“赶快发个照片我看看严不严重啊？”结果他看一下，这不需要修吧？这个一点就好像2个刮痕而已，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小子没事，他把我们紧张的要命就是。然后这是一点，然后第二点呢，我们原来就在研究这加拿大的车过了美国不知道要不要关税，不知道过不过得来那要不要卖了，那弄点加币，然后来美国买这个美国的车呢上牌可能容易一点就怕这个转换牌的过程，我们没有这个经验，也没有听说谁有这个经验，不知道会不会有难度就在纠结这个事。后来咬着牙没有去做的原因呢，是因为那时候加币非常跌得很低跟美国就掉了30%其实如果卖了再买的话，我们就被扒了2次皮，你知道吗？那所以那时候就是好了，咬着牙这个车子已经没有多少钱了，你还把它卖了，然后再变成再换成美金再买一次，就已经非常不划算所以他在身上能够挤出多少剩余的价值，那都是额外的，你知道吧？后来也感谢神这个我们那时候也不知道会有1300是不是1300左右的赔偿然后过了海关，居然也没事，海关就看一看检查给你一个牌到时候来 Kansas 上牌照就行了，我们也没有损失那个30%的差价然后还1300过来，所以我提醒老公上帝给你运珍宝，你不要亏待你太太好不好？所以这个就回头看，对，就像凯川你说，从外人来看就怎么又倒霉了，你们这事儿有没有有完没完一件接着一件了但我们因为知道这个车子的情况所以我们没有感觉到说哎呀这么倒霉就觉得怎么这么事多因为我先生要跑来跑去跟那个叫什么CIBC 是不是 CIBC 去处理，那好多人就跟我们讲这个保险公司价值特别高反正就是不好搞，那我们又没有时间跟他磨，对不对？就2个礼拜我们非走不可所以那只好后来线上联系了。那后来感谢神，虽然晚3个月后才领到支票但是领到以后就
我们就明白什么叫万国的珍宝必要运来震动那时候就很感谢赞美神，就是神的意念是很奇妙的。那透过这次的互动我们也看见，就是说神把我先生的性格从一开始的对不对这个2块钱冰淇淋美金不可以吃到200块的住宿费还可考虑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好吗对不对就是这个弹性是有慢慢的增加的神呢也透过这一路的过程，就是说也管教他，然后他也听劝诫然后来善待老婆比我自己去找的就更好。所以我感谢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先生敬畏神，然后神呢又保护又爱护他的女儿所以我觉得总而言之我们都是有进步的。所以我的婚姻即便我有经过这个在钱上面各样的挣扎但是我还是看到神对我的保守，对我们婚姻的保守，以至于不如我之前预期的哎呀我要嫁给这个男的，我以后就是这不行那不能被他掐着脖子这不准买那不能吃就神的恩典就何其大。是刚才师母一个总结非常好。其实我们想一想，在这样的旅程当中人生的旅程当中，包括夫妻之间的这种磨合一些挫折一些小矛盾如果你走过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双方都在进步不是光一方在无谓的去退让也不是说就是一方有理一方没理，其实双方都有自己的道理，那其实双方也都有自己应该去来把它讲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的一个好的方式。其实我们在2位身上就看到了这一点那也不是去争吵，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更不是说就赌气甚至说我们就分手吧，我们过不了，因为我们2人的性格完全不一样是吧？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也相信师母你也慢慢的理解，牧师他也不是说就是我就要卡我的老婆，我就是抠门不让他吃不让他喝，他并不是这样，他都是有非常充足的理由他真的是为了一个大局考虑，为了一个家庭未来考虑，只不过他有他的忧虑部分，而我们女孩子可能就不想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要吃我们要玩去，这个是我们那种情绪的这一辈子我们一定要觉得这个才是最值得的这是观点不同嘛所以其实我们也不是那种浪费挥霍或者是说不通情达理的老婆所以这就是2个人怎么平衡，然后彼此沟通，然后就是互相理解，那在这个未来的路上就可以走得更顺畅。那尤其是师母就理解我的先生其实不是不想对我好，而是他有他的理性头脑来分析前面的路程作为丈夫也知道，哎呀不要为了这一点小事跟自己的太太较这么大的劲呢，其实多花几分钱少花几分钱，我们发现神都给我们补上了，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我们着什么急我们是他的孩子，连小麻雀都喂了，难道不能为我们吗？是吧？难道不把我们的事儿预备好吗？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学来的功课非常有意义不光你们俩学，我相信我们都学到了。好，谢谢2位这么精彩的分享。那我想其实后面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故事想跟大家讲呢希望大家都来跟我们一起，我们来彼此的分享彼此的交流，也在当中彼此的学习和进步，好吗？也从神那儿得更多的祝福。好，谢谢2位。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